我跟你说，我上周差点没能从超市走出来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被保安拦下来了吗？比那个还尴尬。我想问苹果多少钱，结果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英语，服务员一脸问号看着我。我猜到了，是不是那句 How much？ 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几乎每个人第一次都会这样，太正常了。我是小陈。我是小雨。今天我们不聊别的，就聊聊怎么用中文安安稳稳地逛完一趟超市，不社死。对，这一期学完，你今天明天就能直接去用。说真的，超市可能是你在中国待着最常去的地方，比餐厅还高频。对，吃饭还能靠手指菜单，超市不一样，好多东西没有图片，你得知道怎么开口问。而且超市节奏很快，服务员一般不会等你太久，说不清楚人家可能已经走远了。所以今天不讲语法，就讲几句关键的话，学会了直接能用。先说最基本的，找东西。你一进超市，是不是经常找不到自己要买的东西？太对了，我永远找不到盐在哪。这时候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请问盐在哪里？等等，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往里面塞？比如，请问牛奶在哪里？完全可以，这个句子是万能的，把中间那个词换掉就行。那我们一起练一遍，请问盐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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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读完是不是发现其实没那么难，就是把中间那个词换一换。对，而且这句话有个好处，服务员一听就懂你要问方向，就算后面回答听不太懂，沟通已经成功一半了。我再教你一个更懒的办法，如果实在不知道东西的中文叫什么，可以直接说请问这个在哪里，一边说一边拿手机图片给他看。这个办法我真用过，挺管用的。服务员一般都会直接带你走过去，比说半天更快。还有一句也很好用，找不到收银台的时候，可以问请问在哪里结账？对，大超市有时候特别大，结账的地方不一定在门口，学会这句能少走很多冤枉路。对了，还有一句实用的，想知道超市几点关门，可以问超市几点关门。这个我也问过，好多国内超市营业到很晚，甚至有24小时营业的，跟很多地方不太一样。找到东西之后，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多少钱？这个我有真实经历，我上次指着一堆苹果脱口而出说了句英语，服务员完全没反应。那正确说法应该怎么说？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这个怎么卖，或者多少钱一斤。等下，一斤是什么意思？跟公斤是一回事吗？不是，斤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重量单位，一斤大概是半公斤。超市里称东西基本都用斤，很少直接说公斤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如果我想买2斤，应该怎么说？直接说我要2斤就行，服务员会称好给你看重量。那我们来跟读一遍最常用的这句，这个怎么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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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话基本上蔬菜水果区全都能用得上。说到买菜，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，超市里那些菜和水果的名字是不是特别难记？太难了，中文里很多菜名是好几个字组成的，比如西红柿，一开始我老记不住。对，其实西红柿还有个更简单的说法，叫番茄，两个说法超市里都能听到。那黄瓜呢？这个好记吗？黄瓜倒是挺直接，因为它真的是黄色和瓜的意思，看到样子就能猜个大概。那要是我看到一个菜完全不认识，怎么办？最简单的办法，直接问这个叫什么，服务员一般都会耐心告诉你。那我们来跟读一下这句，这个叫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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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这句，你逛超市就再也不会因为不认识一个菜直接放弃不买了。对，而且很多时候你就算说错了菜名，服务员也听得懂你在指什么，因为你手上正拿着它呢。这倒是，食物比语言诚实多了。对，问完价格，服务员一般会顺便告诉你今天有没有优惠，运气好还能少花点钱。说到优惠，
超市里经常能看到一个牌子写着买一送一或者第二件半价，这种活动特别常见。如果你看到价格牌上写着一个数字后面加个折字，比如8折，意思就是原价的80%。这个我一开始完全看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数字越小，其实越便宜。对，还有一个词你也会经常看到，叫满减，意思是买够一定金额就能减掉一部分钱。比如写着满100减20，就是说你买够100块就能少付20块。这些优惠信息一般都贴在货架旁边，多留意一下，能省不少钱。说到买菜，其实在中国除了超市，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值得体验，叫菜市场。对，很多中国的爷爷奶奶辈还是习惯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，觉得那里的东西更新鲜。那菜市场跟超市有什么不一样？最大的不一样是，菜市场的价格不是固定的，是可以稍微还价的，超市不行，价格牌上写多少就是多少。那如果我去菜市场想还价，应该怎么说？你可以说便宜一点吧，摊主心情好，可能真的会少收你一点钱。那菜市场里怎么称呼卖东西的人？一般叫老板，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这么叫，听起来又亲切又礼貌。这个文化差异挺有意思的，一个能还价，一个不能，去之前搞清楚，能省不少尴尬。还有一个细节想提醒你，在生鲜区，比如卖肉卖菜的地方，很多时候东西不能直接用手拿。对，旁边一般会放着透明的塑料袋或者一次性手套，拿之前先套上，或者用袋子当手套隔着拿。如果直接用手去摸，有时候会被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一下，别觉得尴尬，这是超市的正常规矩。说到超市，还有一个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环节，试吃。对，有的超市周末会摆摊儿，让你免费尝一口新到的食品。看到免费试吃这几个字，完全可以大大方方走过去尝一下。是不是尝了就必须买？不用，尝完不喜欢说一声谢谢就可以走开，没有人会强迫你买。这个太友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不好意思去试吃了。除了问名字，超市里还有一种情况，你完全不知道该选哪个牌子，这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我经常遇到，货架上10几种同样的东西，看得我头晕。这时候可以直接问工作人员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那我们来跟读一下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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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这句，你就不用自己站在货架前纠结半天了，直接让本地人帮你选。对，而且中国人一般都挺热心的，你一问，他们真的会认真给你推荐。找到东西，问完价格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，结账。结账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，收银员会问你需要袋子吗？对，中国超市的袋子一般不是免费的，需要额外花钱买，所以他们会先问一句。如果我需要，应该怎么回答？很简单，说需要，谢谢就行。不需要的话，说不用，谢谢。那我们来练一下这句关键的，需要袋子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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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听懂这句，你就不会到最后一步，两手拿着东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小习惯，如果你想省钱又环保，可以自己带一个购物袋去超市。那怎么跟收银员说我自己带了袋子，不用你们的？直接说我自己带了袋子就行，收银员一听就明白，不会再问你需不需要。这样既省了买袋子的钱，又环保，一举两得。对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多本地人也这么做，自带购物袋已经很常见了，不会显得奇怪。说到付钱，现在中国的超市基本没有人用现金了，大家都是手机扫码付款。对，你可以直接说可以扫码付款吗？一般收银台旁边都有个二维码，手机扫一下就行。万一手机没网或者扫码出问题了呢？那你可以说我可以用现金吗？虽然比较少见，但大超市一般还是收现金的，不用太担心。现在好多超市还有那种自己扫码、自己结账的机器，那个要怎么用？那个叫自助结账，你可以问工作人员，请问自助结账在哪里？
然后自己把东西一件一件扫过去就行。我第一次用那个的时候，扫了半天扫不出来声音，还以为自己弄坏了机器。哈哈，那其实很正常，旁边一般都有工作人员，卡住了直接喊一声，麻烦帮我看一下就行。对了，刚才说到自助结账买蔬菜水果的时候，自助结账机跟人工结账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自己在机器上称重的话，需要先在屏幕上找到这个菜的照片或者名字，选中之后再放上去称，不然机器不知道该收多少钱。那如果屏幕上找不到我买的这个菜怎么办？这时候可以直接喊工作人员说，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，他们一般都在附近，很快就能过来帮你。这个细节还挺重要的，不然自己在那儿干着急，后面排队的人可能还会不耐烦。对，所以第一次用自助结账买生鲜的时候，别不好意思多问工作人员一句，比自己瞎摸索快多了。排队结账的时候还有个小细节，中国超市排队的时候插队是很不礼貌的，一定要站到最后面。对，耐心排队，轮到你的时候，把东西放上传送带，收银员就会帮你扫码结算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去超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广播里经常在放什么？有，那种广播声音特别大，一直在说欢迎光临或者哪个区域有活动，一开始我完全跟不上。对，那种广播语速很快，而且经常有回音，就算是中文母语者，有时候也听得模模糊糊。所以不用太紧张，那些广播大部分是促销信息，听不清完全不影响你正常购物。那如果广播里突然叫到某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那种一般是找人，比如提醒有人东西忘拿了，跟你买东西没关系，不用担心是不是在说你。这个解释太有用了，我之前一听到广播就下意识紧张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对了，结账的时候还有一个提醒，中国超市是不需要给小费的，收银员也不会期待你多给钱。这个对很多外国朋友来说挺意外的，习惯了到处给小费，结果在中国反而不用给，钱包表示很开心。除了打折满减，超市里还有一样东西叫会员卡。对，很多超市结账前会问你有会员卡吗？或者要不要办一张会员卡？那我该怎么回答？如果没有怎么说？直接说没有，谢谢就行。如果你想办一张，就说我想办一张会员卡。会员卡有什么用？一般会有额外的折扣或者积分，积分攒够了还能换东西。长期在一个地方买东西的话，挺划算的。那我们来跟读一句常用的，有优惠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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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话在结账的时候问一句，说不定就能帮你省下一点钱。对，问了不亏。中国人也很喜欢问这句话，不会觉得你小气。对了，如果你是因为工作出差需要报销买东西的钱，还需要问超市要发票。那这个怎么说？可以说可以开发票吗？收银员一般会问你需要电子发票还是纸质发票。那我应该怎么选？如果只是自己留着方便，电子发票更方便，直接发到手机或者邮箱。纸质发票适合马上要交给公司报销的情况。这个对出差在中国的人特别实用，学会这句能省很多麻烦。对了，除了大超市，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种买东西的方式，比如便利店。对，像 7-Eleven、全家这种到处都是，24小时营业，买点小东西特别方便。而且现在很多人连超市都懒得去了，直接用手机 app 下单，送到家门口。对，像美团、京东到家这种 app， 半小时左右就能送到，尤其是懒得出门的时候，特别好用。那如果我用这些 app， 还需要今天学的这些话吗？需要的，因为 app 上很多商品名字还是中文，看不懂照样抓瞎。而且万一东西送错了，联系客服也用得上今天学的句子。这么看的话，今天学的东西，不管是线下超市还是线上下单，其实都通用。最后我们说说，万一东西买回去有问题，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我也遇到过，有一次买的面包，回家才发现已经过期了。那种情况应该怎么说？可以带着东西和小票回超市，说这个过期了，可以退货吗？过期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超过了保质期，东西不能再吃了。中国的食品包装上一般都会写保质期3个字，后面跟着一个日期。说到保质期，那个日期到底应该怎么看？会不会容易看错？确实容易看错，因为中国的日期顺序是年、月、日，跟很多地方不一样。第一个数字是年份。那如果看到一串数字，比如2026年12月，是不是就代表这个月过期？对，看到年月日之后，还要注意，有的包装上写的是生产日期，有的写的是到期日期，这两个意思不一样。那怎么分清楚？生产日期是东西什么时候做出来的，到期日期才是最后能吃的时间，一定要看清楚是哪一个。那我们来跟读一下到期日期。到期日期，到期日期，到期日期。记住这个词，买东西之前扫一眼包装，心里就有数了。那如果只是买错了东西，不是坏的，也能退吗？一般可以，你可以说我买错了，可以换一个吗？只要东西没拆封，小票还在，大部分超市都会给你换。那我们来练最后这一句，可以退货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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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这句，你就不用担心买错东西，以后只能自己认倒霉了。说到小票，中国超市的小票一定要留好，退换货的时候都需要用它当凭证。对，有的超市会问你要小票吗？一般都建议要，拿着就行，不占地方。好，学了这么多句子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整的情景模拟，把整个过程走一遍。好啊，我来演顾客，你来演超市里的工作人员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好，请问苹果在哪里？苹果在那边，水果区，往前走就能看到。谢谢，这个怎么卖5块钱一斤。那我要2斤。好的，我帮你称一下，一共10块钱。需要袋子吗？我需要一个。好的，一共11块钱，可以扫码付款吗？可以，好了。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。你看，从找东西到结账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几句话，串起来就是一次完整的购物。对，听起来是不是简单多了？把这几句记住，你今天学完，明天就能直接去试。好，我们再来做第2个情景模拟，这次是退货的场景。好，这次我来演顾客，带着一袋过期的面包回到超市。我来演服务台的工作人员。你好，这个面包过期了，可以退货吗？请问小票还在吗？在的，给你。好的，我看一下，确实过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马上帮你退款。谢谢，那我可以直接换一个新的吗？可以的，你可以重新去货架上拿一个，我们直接给你换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欢迎下次再来。你看这段对话里，过期了可以退货吗？和小票还在吗？这2句是不是特别关键？对，记住这2句，遇到问题也不会慌了。好，学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一个超市中文小测验，看看你都记住了没有？第一个问题，你想问东西多少钱，应该怎么说？答案是这个怎么卖，或者多少钱一斤。第二个问题，收银员问你需不需要袋子，你想要，应该怎么回答？答案是需要，谢谢。第3个问题，你发现东西过期了，想退货，应该怎么说？答案是这个过期了，可以退货吗？第4个问题，你想问结账有没有优惠，应该怎么问？答案是有优惠吗？都答对了吗？如果都对了，说明你已经可以自己去超市了。FTRAFG。 其实说到底，超市这种地方最考验的不是你的中文有多好，而是你敢不敢开口。对，就算说错了，服务员也不会笑话你，最多就是没听懂，你再说一遍就好了。说真的，我们2个当主持人这么久，也不是一直都说得很标准，偶尔还是会卡壳说错。对，尤其是遇到方言口音重的老板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得多问一句才能听懂。所以真的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中文母语者互相之间有时候都得确认一下对方说的什么。对，语言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越用越熟，超市就是最好的练习场，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好，
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，今天这些句子看着挺多，其实核心就那么几个动作：找东西、问位置、问价格和称重结账，要不要袋子，有没有优惠，东西有问题怎么退。对，把这5件事的关键句子记住，基本上超市这件事你就再也不会觉得是个难题了。对了，那我最开始说的那次尴尬经历，其实后来我又去了那家超市，特意用中文重新问了一遍，服务员这次直接就懂了，特别有成就感。这就是今天想让你感受到的东西，学会一句话，马上就能在生活里用上，那种成就感是最好的动力。我们俩今天说的这几个小故事，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在超市卡壳的样子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糗事，特别欢迎在评论区讲给我们听，说不定下一期就讲你的故事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